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你知道鹦鹉的栖木跟鹦鹉足部的病变有关吗？你知道怎么帮你家的鸟宝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栖木吗？而你选择的磨指棍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哦。适当的磨指棍也可以帮你家的鹦鹉的指甲做修剪。这一集的新手鸟知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鹦鹉栖木的奥秘吧。首先呢，我会把鹦鹉的栖木用磨指的程度呢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最多人使用的原木，这种原木型的栖木，因为树枝在长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姿态，所以在做成栖木之后，它可以保留最原始的状态。当鹦鹉在笼子里面攀爬的时候，不同状态的栖木也可以帮它们模拟在野外环境的状况。通常这样子的木头呢，都有树皮的这个部分哦。那树皮的部分，如果鹦鹉在做啃咬的时候，它也可以增添它们在笼子里面的乐趣。用啃树皮的方式做游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啃咬玩具哦。另外，我要跟各位推荐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种木头，这种木头叫做花椒木。那各位如果听过花椒木，那你了解花椒木吗？花椒木它其实是一种很棒的植物哦，它是一种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它全身在野外其实是长满了疙瘩，一颗一颗的尖刺状的东西长在它的树皮外面。而做成栖木的话，会把那些尖状的东西消除，保留稍微一点点的颗粒状，让鹦鹉在抓握的时候还可以保留原始的木头的感受。其实李时珍呢，他也有研究过这种物种，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这种木头它有行气活血、以毒攻毒这些医疗价值。而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有些人也会把花椒木这一种木头呢，做成圆形的球状，来帮助手部的按摩。而对老人来说，也很多人把这些木头做成拐杖的形式哦。那为什么它适合做成拐杖呢？那其实呢，这个原因也跟为什么我会把它用来当做栖木有关。因为花椒木它的质地比较硬，而你如果做成拐杖，或者是说我们做成栖木的时候呢，它比较不容易受到啃咬。最多呢，也是花椒木的树皮可能会被啃咬性比较强的，像灰鹦鹉、像金刚鹦鹉啃食啃光。质地硬，那相对的，它在笼子里面的寿命就比较长，可以用的时间也比较久。这种花椒木它也是适用于所有的鹦鹉哦。那天然的木头，各位不妨在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做做看。那么多的木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选择呢？第一个，我们在选择木头的时候，你知道而且确定这个物种是什么，确定它是无毒的，而你在闻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有刺激性的气味。之后呢，把这个木头可以洗干净、烘干、晒干，锁上螺丝，锁上螺帽之后再做使用。而它的粗细呢，我们通常会选择的木头呢，是鹦鹉的脚可以包覆这个战棍2/3的部分，这样子的比例是最刚好的。对它们的脚来说站起来、抓起来也是最舒服的状态哦。质地坚硬，树皮粗糙，没有带刺的树枝，拿来当做栖木的话，它是最好的品种哦。像我们所谓的芭乐木，也是大家很常拿来当做栖木的物种。在国外也有些人会使用咖啡木来当做鹦鹉的栖木战棍。那各位如果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物种推荐给大家使用的树木品种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讲完了原木。原木的磨指效果可能不会比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磨指棍的效果还好，多少都可以磨一些。但是磨指棍，因为它是专门设计给鹦鹉来磨脚趾甲的，所以它磨脚趾甲的功能会比它前面讲到的还要好。那磨指棍我们要怎么做挑选呢？如果呢你想要让磨指的效果比较好的话那你应该要选择的粗细呢，当鹦鹉抓在那个棍子上面的时候，差不多可以抓这个棍子的一半，那这样子的面积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脚趾甲刚好可以磨到这个战棍，适时的摩擦指甲，把指甲的部分修短一点。那这样子的话，你也比较不需要把它抓起来，让鹦鹉受到惊吓。它有时候在剪指甲的时候，新手可能比较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剪，有时候剪太少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不小心剪太多，可能就会有流血的情况发生哦。那磨指棍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沙砾感的磨指棍它就是可以单纯的让它们在左右移动的时候、上下攀爬的时候呢，来做指甲的修整哦。有一些厂商也会出一些实用性的棍子。什么叫实用性的棍子呢？就是有一些磨指棍上面会加一些像牡蛎粉钙粉甚至是一些实用性的花朵、花粉、水果味道的这种物质呢，附着在棍子上面哦。不止呢，它在走路的时候，它在攀爬的时候可以磨到脚趾，它其实在啃咬的时候，它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味道然后也可以补充到一些钙质的部分。那当然可以让鹦鹉啃咬的这种战棍就比较没有那么耐用，
它的寿命也比较短，很容易吃一吃就没了。如果你要选择最耐用的棍子，你不妨就可以使用不锈钢的磨纸棍哦。但是要注意，不锈钢的磨纸棍它比较适合在室内使用，因为如果在外面它受到太阳的曝晒的话，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鹦鹉的脚可能就会烫伤。而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它在户外，那个战棍的温度可能就比鹦鹉的脚的温度来得低，握起来也会感受到比较冰冷，比较不舒服。金属的战棍温度变化比较大，那各位也要注意一下，选择正确粗细大小的战棍，可以让鹦鹉它们在笼子里面或者是在站立的时候呢，可以更舒适。如果你选择太小的漆木，它们长期站立的话，其实它们的脚会没有一个足够的伸展空间哦，因为它们过度的弯曲它们的脚趾，所以可能会导致他们脚趾头的一些病变，像是我们常听到的所谓的关节炎、肌腱炎，这很有可能都是因为选择漆木上面的问题而导致的一些病变。那如果漆木太小的话，有可能造成这些病变。如果你今天给的漆木太大太粗的话，让他们在抓起来长期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太大的漆木会让他们脚的抓握的时候受力比较不平均，他们的第一内弯指以及前伸指的部分有可能因为压力太大而发炎的情况。之前我们在讲玄凤鹦鹉的时候，也有讨论到所谓的夜惊的问题，因为玄凤鹦鹉的胆子比较小，那么在晚上有可能因为受到惊吓而掉落。这个时候，如果你又用了太大的战棍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完整的包覆这个棍子，所以他们受到惊吓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就直接从棍子上面掉下来，进而受伤流血等等。而某些兽医师也建议大家，你们在布置你们的笼子的时候，可以准备3种不同粗细的战棍、磨纸棍等等，让他们随时可以依照他们的舒适程度去站立不同的位置，他们的脚部呢也可以有足够的伸展空间、活动空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更多动态的话，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